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一眼心动，谭松韵兰香如故太惊艳，难得一见气质非凡的古装女性群像。赵星堂那句"我要像男人一样进学堂，做生意，不从夫"，其实就是兰香如故的命门。你一旦意识到这部剧真正的爽点不在男女主拉扯，而在一整个层层叠叠的女性群像在同一套男女等级、阶级秩序里各自找出路，那种久违的质感再现，就会把人从预告一路拽到正片。更妙的是，他偏偏挂了个这几年最让人烦的大女主标签，结果拍出来的东西比一堆所谓女性励志古偶要诚实得多。先把坐标拎清。兰香如故是腾讯2026年8月24日上的 S+ 古装项目，改编自何燕珊的《兰香园》，但基本把原著的强取豪夺、宅斗核心整块掀掉，找来桐华做编剧，把男主从风流贵公子改成藏风权谋将军，把故事线从霸总爱上我调到阶级突破加女性群像。这一步相当关键，你回头看近3年的古装大女主，标了大女主的有18部，扑掉12部，剩下的不是靠群像救场，就是靠 CP 粉死撑，真正能靠一个女主撑起故事的几乎没有。兰香如故一上来就承认这一点，单点突破不现实，那就干脆把群像写进骨架里。谭松韵这次的设定可能是很多人点开预告前最抗拒的那类。落难大学士之孙，原本是退婚的沈家大小姐沈佳兰，顶替3等丫鬟许兰香的身份，作为奴才被退婚后的林家迎娶进门，当家主母的壳、丫鬟的牌子，上来就给她按了个双重身份。这种马甲爽文配置听上去很烂俗，但剧里用得很克制。她大婚当天被婆婆当众啐一句"奴才坯子也配当我们林家的当家主母"，没崩没吵，转头进账房理了林家10几年来乱成一团的烂账，又把后院刁奴一一收拾。林锦琪一开始盯着她，怀疑这丫鬟来路不明，隐藏着什么目的，结果越看越发现她不是在等谁来救，而是在悄悄攒证据，要给沈家翻案。这一层阶级感是这剧明显和同类划开的地方。兰香心里那句"这世间众人，为何有人生来富贵，有人生来贫贱？没人天生是该当丫鬟的，也没人天生是该当别人的附属品的"，直接把古偶里常见的丫鬟出头靠嫁的好那套打碎，她可以踩别人往上爬，而且机会不止一次。但他骨子里那个自己淋过雨就不想让别人再淋的底线，把人物拉离了工具性爽文，拉回生活感。要撑住这种生活感，群像就不能是纸板。编剧最聪明的一笔是把每个女人都写成在同一个压迫系统里，选择不同路径的人，而不是女主的陪跑队。李梦演的赵星堂就是明显例子，表面看他是林家给林锦琪定的正室，处处给兰香使绊，典型反派模板。可是往深挖他的背景，你会发现这姑娘从小就想跟男人一样进学堂、考功名，还想亲自做生意，不想从夫。她在林家的种种折腾，骨子里跟兰香是一类人，只是她选的是从制度内部撕开一道口子的路，而兰香在走改规则、翻案的路。靠这一个人物，你就能看到剧的基本态度，不把女主是对的，女配是错的当审美懒人包。郑和惠子演的杜翠雀甚至走得更极端，她一开始是被家族推出来当棋子的软妹子，嫁去夫家被搓磨，回到娘家又被正式当枪使。黑化之后能说出我既不怕要别人的命，也不怕别人来我的命。从被别人随意摆布到自己开始布局，他做了不少缺德事。但你看他小时候亲爹为了利益把他卖去做妾的那段，就很难再用一个坏人把他盖棺。这种不把所有女性写成完美圣人的选择，现在反而稀有。
很多打着女性励志招牌的古偶，最后还是要靠男主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要么就是把女二、女三全部写成心狠手辣的反派，来衬托女主的光明纯洁。兰香如故更愿意把这些灰度拉出来，让你在恨杜翠雀的时候牙痒，又能在看她的来路时生出一点无奈的共情。在薛桂花、玉婵这些角色身上，这种灰度更细腻。郭柯宇演的薛桂花是林府在深宅里泡了半辈子的老管家，看着冷，做事细，表面上分不清是站哪一边。可剧情里他几次悄悄给兰香递台阶，一会儿在关键节点放慢消息，一会儿替他挡半句恶言。他很清楚自己作为老资格的位置，也知道在这种复杂家族里完全站队的风险。因此他对兰香的帮助从不是高调的我要保你，而是悄悄在结构缝隙里给这个新来的主母多留2条路。叶青饰演的小侍女玉婵更是剧里那种生活气的小亮点。兰香刚进林府，玉婵是第一个真心掏给她的朋友。2个人在厨房凑一起偷啃桂花糕的小戏，比很多古偶的撒糖都更打人。因为这段没有谁救谁，只是2个在结构底层的女孩短暂在香味和笑声里找一个喘息。你看的时候会意识到，这部剧用友情和同盟感去对冲宅斗常规的恶意消耗。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拉近几年所谓大女主古装的整体环境。项目 PPT 上，大女主几乎成了标配，一个女演员接古装戏，不挂这个 title 好像就没排面。但真正播出的成品里，绝大多数还是男主全力解决一切，女主的能干只用来帮男主更帅的老逻辑。刘亦菲的《梦华录》，要不是孙三娘、葛招娣这2条线抬着，光赵盼儿在东京开茶房，很难有那么强的烟火感。杨紫的国色芳华，也是县主、朱福这些人物一起把花鸟使复兴这个命题撑出来。孤零零一条女主线，观众确实记不住。兰香如故干脆承认群像才是正解，连男主也做了很大的结构调整。刘学义演的林锦琪不再是那种无脑宠妻，随时出手护女主的霸总。他表面是林家浪荡二少爷，实际上是心眼子极多的权谋将军。一开始他对兰香的态度是典型的互相试探，兰香查账，他假装看不见；兰香被婆婆欺负，他也装作不在意，自己在暗处观察她的选择。随着剧情推进，这种防备一点点转化成默契，最后变成他查案，他兜底。2个人在对抗陆夫妇的过程中熬成伉俪。但重点是，这条感情线从来不是剧的主干，而是一条串起群像的绳子。兰香办事会牵动赵兴堂的格局，林锦琪的权谋又会影响杜翠雀的选择。薛桂花、玉婵在各种节点给的支点，既推动案件线，又影响男女主的情感走向。剧情不让群像给 CP 让路，而是让 CP 老老实实为群像服务，这在现阶段古偶里格外难得。当然，为了制造足够的冲突，剧里给杜翠雀这类角色加了不少使坏的戏份。你如果只是站在观众舒适度的角度看，一开始确实不太讨喜。可一旦你回到人物的立场，意识到她从少女起就被当作可以随时卖掉、随时出嫁的筹码，她后来那种既不怕要别人命，也不怕别人来我的命的很近，就有了来源。剧的选择是不板着脸讲所有女性都应该互相扶持，也不简单把坏事全部归到男性身上，而是承认每个角色在压迫结构里都可能通过踩别人来换一点安全感。再用女主的抉择指出还有别的路。谭松韵的表演撑住了这种复杂度。她一人分饰以死3等丫鬟许兰香和落难大小姐沈佳兰2套身份，表层是从容干练的主母，内里一直绷着那条我要为沈家翻案的线索。
她在被婆婆当众羞辱时不失态，在理烂账时不炫技，在收拾后院刁奴时，不是用主母权威压死别人，而是调整规则，让更多人有一点喘息空间。这样的人物走到最后，即便有男主的辅助，你也不会觉得他是被救的，而是在一直主动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看到豆瓣那句“落难大学士孙女顶替丫鬟身份入退婚林家未必靠聪慧当上当家主母洗雪家族冤屈”，会想直接划退出键。听着就是2019年前后烂大街的大女主宅斗加霸总救赎套餐，但3分钟预告一放，谭松韵那种既干净又带点韧劲的状态，刘学义那种不急着交代好感的克制，再加上配角一个个不脸谱化的气质，很快就把人拽回来。预告里几个镜头，兰香和玉婵在厨房偷吃桂花糕，赵兴堂跟家里人争我要进学堂，杜翠却冷笑着说出那句狠话，其实已经把剧的核心路数摊在那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爽，而是这一批姑娘在同一套不公平里各自挣扎的集合。把话题拉回行业层面，兰香如故这种路数，反而更像是古装剧从大女主标签期往群像期自然过渡的一步。市场这几年已经用数据提醒资本，单挂大女主很难稳，18部里铺了12部，就是最直观的信号。反而像《梦华录》，包括这次的《兰香如故》，靠的是女性群像加阶级结构加生活气3件套稳住盘面。等到这部剧播完，如果口碑真能把质感在线这个评价撑牢，那很可能会反过来影响以后项目立案，让大女主回归成角色类型，而不是强行写在 PPT 上的市场标签。至于后面会不会再往更激进的方向走，比如彻底把男性角色从解决问题的人退回到问题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好说。至少兰香如故已经迈出了一步，不再强调某个男人有多宠你，而是让每个女性角色先想清楚我到底能攥住点什么。故事讲到这一步，本身就值得鼓掌，剩下的就交给播出后的数字和观众评价去验证吧。